嘿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虹桥瑞士酒店公寓。这家酒店位在虹桥中央商务区，周边有红宝石路站和娄山关站2个地铁站，走路过去大概只要10分钟，蛮近的。附近还有上家中心、虹桥南丰城、友谊商城这些购物中心，逛街超方便。对了，这家酒店今年才刚挂牌，成为雅高集团旗下的瑞士酒店王。一走到大门，整个氛围给人一种90年代香港5星级大酒店的复古感。大堂这个水晶灯也太气派了吧！听说这里之前是大中华区第1家威斯汀，现在看还是能明显感觉到那种奢华的痕迹和气息。还有农历新年的装饰，我超喜欢这个会摇头的小狮子，好可爱。这个水晶灯真的很豪华，现在大概只有这种老牌的豪华酒店才看得到了。毕竟现在新酒店的装修都偏向小而美的精致路线了。哦，这个看着应该是用大漆工艺做的花瓶吧。走，我们再来探索一下这里，看看还藏着什么宝贝。这里还有根雕，这架钢琴看起来也超级 old money 的感觉。你看这2匹马，表面好像是用牛骨拼接起来的耶。旁边还有一个超大的青花瓷茶壶，大堂吧的家具款式，蛮复古的，但面料看起来很新，估计是换牌之后有重新翻新过。这里的挂毯真的蛮特别的，是那种立体浮雕式的羊毛挂毯。这边这幅挂毯也超级好看，从2楼往下看，瞬间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。2楼这里也摆了好多大型的艺术摆件，这个装置好特别哦。中间那个是八卦图案吗？有知道的小伙伴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这是一张用名贵木材雕刻的桌子，仔细看，每个桌角竟然都踩着一只乌龟。这里本来有一家酒店经营的日式料理店，可能因为刚换牌，现在好像没有在营业的样子。这边的木柜和屏风感觉都很像是海外回流的老物件。2楼还藏着一家裁缝店，不过刚好是农历新年期间，所以也没开门。看到这台缝纫机，我老妈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，那可是她的嫁妆的。这个应该是从日本回流的老衣柜吧，上面这种堆灰描金的图案好像是在讲日本古代的故事。连酒店的电梯门都是这种带有日本实惠风格的装饰，蛮讲究的。接下来我们先去探索一下酒店的健身房和游泳池吧。健身房是24小时开放的，住店客人直接刷房卡就可以进去用了。游泳池目前好像没有开放，里面有提供干净的毛巾。这里的健身设备还蛮齐全的，不过款式看起来确实比较有年代感了，可能是因为装修比较复古，加上头顶有一盏灯一直闪，莫名有一种在鬼屋探险的感觉。办好入住手续啦。对了，现在因为环保政策的关系，如果你没有自己带洗漱用品，记得要先跟前台说哦。这次我们订的是行政套房，我们赶快一起来看看翻新后的套房到底长怎样吧。一进门先看到的是客用洗手间，面积还蛮宽敞的，里面配备了免治马桶，提供的洗手乳和乳液是 Pervo 的，这好像是一个瑞士的水疗品牌呀。玄关这里还有一面超大的全身镜，迷你吧提供了2个马克杯、咖啡胶囊、茶包，还有4瓶免费的矿泉水。这里的储物空间超多，玄关的设计给人一种很温馨的居家感。客厅非常大，甚至还摆了一张很大的餐桌。翻新后的客房整体很有那种日式简约家居的风格，柜子真的很多，感觉超级适合长租的客人。刚好客房部送来了迎宾礼，服务人员给人的感觉都非常专业亲切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迎宾礼有一大盘水果，还有酒店自己做的蝴蝶酥、抹茶松饼和巧克力点心，吃起来蛮好吃的耶。厨房空间很大，配有大冰箱、微波炉、热水壶、抽油烟机、电磁炉，居然还有一台洗烘一体的洗衣机。再来看看卧室，卧室的空间也蛮宽敞的哦，
有一整面墙的超大衣柜，里面挂了2件浴袍。这个配置真的太适合长租了。还有提供一些基本文具，来看一下窗外的风景。就蛮一般的啦。我们接着来看看浴室。空间一样是很宽敞。再次提醒，洗漱用品记得要跟前台拿哦。看看这个浴缸，尺寸还蛮大的，晚上泡个澡一定超舒服。淋浴间里提供的沐浴备品一样是 Perwoll 这个牌子的。哎呀，这个摆放方式强迫症真的看不得。嘿嘿，我来帮他排整齐。主卫的马桶同样也是免治马桶哦。这边还有一个小柜子，打开来看看里面藏了什么。哦，原来是吹风机呀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 room tour 就先到这里咯。我们去酒店外面随便走走晃晃吧。听说这一带日式料理店的密度超级高，因为历史渊源，这里以前聚集了大量日本驻上海的商务人士，所以日料餐厅的品质和数量都远超过一般的街区。走到这儿，发现有一个天主堂，对面就是上家中心，看起来好像是新开幕不久的感觉。左边那栋则是万都商城，我们进上家中心里面逛逛吧。这个商场感觉好高级哦。里面的新年主题布置也蛮好看的。本来我们查好想去吃的那家日料店居然休假了，提醒大家，想吃好吃的日料千万别挑新年假期跑来哦。没办法，最后我们只好改变计划，决定就在附近随便走走，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了。走，去对面的虹桥南风城逛逛吧。这边的新年主题装饰也太特别了吧！整个装置艺术的主题叫做土人国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这只鸟也太大只了吧！哎，你看它在挖鼻屎耶，也太搞笑了吧！这个长得好像蘑菇精灵哦。还有一只超巨大的猫咪，旁边还有俄罗斯套娃。转角又看到一只蘑菇精灵了。哦，看来这商场不同的区域名字还不一样耶。看到这只大猫咪，突然让我想起我们家的爱猫，它已经陪伴我们整整9年了呢。总之，我们在这边逛得超开心，真的要感谢创作出这个展览的作者。之后我们路过了一家西班牙餐厅，就进去点了些小吃，他们家的蒜片大虾还蛮好吃的耶。吃饱喝足，继续我们的城市漫游。哇，这边居然有大阪王酱耶！可以偷偷假装一下自己正在大阪街头。走着走着，我们慢慢逛到了高岛屋，这是一家日本品牌的知名商场。刚好经过一家看起来很赞的日式面包店，里面面包的款式超多。而且价格居然也不贵呀！比较特别的是，这边的可颂是按重量算的哦。接着又看到一家专门卖鲷鱼饭的店，哇哦，他们家生鱼片和寿司饭的种类也蛮多的耶。老板娘说这是他们的招牌，看了一下价格也不算贵，所以我最后选了生鲷鱼茶泡饭，味道出乎意料，还不错哦。吃饱了，充饱店我们继续逛逛。哦，这边还有一家天妇罗店，好想吃吃看啊！可惜我肚子真的已经撑不下了。偷偷看了一下菜单价格，其实也不贵呀。这边是大洋世家的摊位，因为时间也不早了，店员已经开始贴买1送1的特价标签了。这里还有日本巧克力的专柜，满满的日本零食和其他进口商品。我们进去超市里面看看有什么好买的。这里的水果和蔬菜价格真的就跟在日本买差不多贵啊。终于回到酒店啦，走到腿有点酸，我们决定先在大堂吧休息一会儿。没想到酒店大堂吧的茶单居然有惊喜，里面居然有卖正岩岩茶，而且价格还算蛮合理的。
我们最后点了一壶茉莉花茶和一壶正岩肉桂。这肉桂茶真的很好喝，确实是正岩的品质，大推。对比之下，旁边那壶茉莉花茶就稍微逊色了一点。早上7点，我们来看看早饭如何。早餐餐厅位在1楼，就在大堂吧的旁边。整体装修风格虽然偏老派，但保养的还算蛮好的。早餐是昨天办理入住的时候，前台就让我们看菜单提前选好的。我点了一碗日式拉面和一杯咖啡，拉面的味道还行，就是汤头喝起来稍微偏咸了一点。总结一下，这次的入住体验整体来说还算不错，虽然因为酒店刚换牌的关系，缺失了一些行政酒廊的待遇，而且酒店自营的日料餐厅也没有营业，但是这里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真的超级赞，算是完美弥补了那些小缺憾。酒店公共区域的风格虽然有点年代感了，不过反而给人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，在里面到处乱逛有一种探险的趣味，大大满足了我的好奇心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，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跟我聊天哦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